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光影23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阿月，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一起来看《帕玛》。故事开始前，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2021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希尔万，今天的天气不好也不坏，恰如此刻帕玛刚出狱的心情。说不上多么激动，也没有太多悲伤。一路上，他透过车窗仔细观察这些年家乡的变化，沿途风景依旧，他却蓄起了胡子。在12年的牢狱生涯中，尝尽了人间沧桑。帕玛不禁回想起过去的年少轻狂，他真的太对不起祖母薇薇安了。原来帕玛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就离家出走了，父亲也在他高中时去世。此后，帕玛便只能与祖母相依为命。他敲开祖母的家门，发现屋内摆设还是记忆中的模样，老旧的沙发、褪色的合照，都是他年少时的回忆。可后院的拖车却住进了一对陌生母子。提起这个，薇薇安就一阵头疼。要不是看在雪莉儿子的份上，他早就把雪莉这种不学好的女人赶出去了。在薇薇安看来，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他劝孙子不要总是自怨自艾，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比如找份工作，周末和自己去教堂，都是很好的开始。而帕玛作为提前假释人员，每隔2周就要去警局报到，这期间他不能有任何违法记录。但这工作并不好找，小镇不大，几乎人人都知道帕玛刚出狱。他在外面奔波了一下午，却没有一家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心有郁闷的帕玛去酒吧消遣时，偶遇了过去的好友们，他们推杯换盏，感叹这些年彼此不同的遭遇。达里尔已是2个孩子的父亲，赫尔斯则随了警长父亲的意愿当上了警察，只有帕玛还是独身一人，没有家庭，没有工作，不知未来在何方。次日，帕玛陪祖母去教堂，未曾想雪莉的儿子山姆也坐在车内。帕玛本来对这个孩子没什么感觉，但山姆随后一系列的行为让他察觉到了不对劲。帕玛发现，相较于同龄男生，山姆似乎与女生更合得来。休息时分，别的小男孩都在扎堆玩闹，只有山姆会把外套系在腰上，当做裙子和小女孩一起跳舞。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帕玛只是多看了2眼，便没再放心上。他现在更需要操心的是如何跟上外界社会发展，尽早找到一份工作，重建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有些人看来，坐牢是帕玛一辈子的污点。次日清晨，帕玛帮祖母去超市采购物品，结账时他注意到超市招聘收银员的告示，便想要拿一张申请表试试。可就在这时，超市老板突然出现，脸上堆满客气的笑容，称员工已经招到了，眼神里却是藏不住的鄙夷与嫌弃。帕玛失落回到家中，发现山姆正在为祖母梳头。薇薇安这才解释，雪莉只要跟她那个男友一出门，就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所以自己便会把山姆接回家照看。而帕玛回房间休息时，山姆主动走进来，向他展示自己的芭比娃娃。看着山姆头上的粉色发卡和手里的洋娃娃，帕玛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他是否知道自己是个男孩。山姆却无所谓，撇撇嘴，也没人规定男孩不能玩娃娃啊。相较于帕玛的大惊小怪，薇薇安却显得习以为常。晚餐时分，更是配合山姆玩起家家酒，不仅任由他把娃娃摆在桌子上，还给娃娃分了个小盘子，方便山姆给他盛肉丸子。但轮到帕玛时，薇薇安便收起和善，怀疑他白天买东西时私藏了零钱。帕玛顿时气得火冒三丈，把钱拍在桌上，让祖母好好数数。山姆这种举止不太对劲的孩子，祖母都能溺爱非常，为何轮到自己的亲孙子就变得如此苛刻？不是催他找工作，就是怀疑他手脚不干净。难道坐牢这件事真的是他这辈子都洗不去的污点吗？帕玛又一次去酒吧借酒消愁，却偶然瞥见希尔万小学招聘清洁工的告示，恰巧的坐牢前就已经做了12年的维修和清理工作。于是帕玛拿上简历，走进了校园。校长本来是要拒绝他的，可翻到简历的下一页时，他惊讶发现帕玛学生时期的履历极其优秀，
并非是想象中劣迹斑斑的坏孩子。帕玛高中时连续2年荣获全美明星球员奖，上了大学还拿了全额奖学金。恰巧校长认识帕玛的祖母薇薇安，薇薇安是教堂会众里最值得尊敬的成员，于是校长决定说服校董会聘用重刑犯，给帕玛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晚上开饭时，薇薇安照例进行餐前祷告，而在他感谢完上帝后，山姆却提出了疑惑：女士，为什么你从来不说对不起呢？昨天帕玛根本没有藏钱呀。帕玛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没想到山姆会突然为自己打抱不平。收下祖母迟来的道歉后，他不由多看了山姆几眼。出狱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人会用如此善良的态度对待自己了。与此同时，学校也打来电话告知他已被录用。帕玛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次日一早，他抵达学校，勤勤恳恳扫完厕所食堂后，又去麦奇老师的班上修理空调。山姆恰巧也是这个班上的学生。帕玛注意到他正和一群小女孩坐在一起画画，男孩托比却突然扑上来捣乱。好在麦奇及时出面主持公道，山姆这才没有被继续欺负。可小镇上已经有不少人对山姆产生了意见，只是那些不满都是冲着他母亲雪莉来的。他们认为雪莉吸食违禁品，男女关系混乱，根本不配做母亲。州政府应该尽快将山姆带走，送去儿童福利中心。薇薇安闻言急得让他们赶紧住嘴。山姆跟在自己身边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送去一个陌生的寄养家庭？而山姆本人还不知外界对他的讨论，一回家就拿起芭比娃娃，跟随动画片的小公主们无忧无虑地玩起过家家。可就在这时，帕玛发现本在卧床休息的祖母不知何时竟没了呼吸。葬礼上，帕玛看着祖母的棺材，在心中安慰自己，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眼中的泪水却控制不住的越来越多。突然间，他感到右手被人轻轻拉住，帕玛转过头，发现原来不是只有他在悲伤，还有山姆陪着自己。悲伤、害怕、安慰，诸多情绪都借助手中的那一小团热意，源源不断汇入自己的心中。可祖母离开后，山姆该去哪里呢？帕玛没有做过父亲，他不知如何去照顾一个孩子。经过一夜的思考，帕玛决定让山姆收拾好行李，将他送去警察局等候处理。但警察那边又联系不上雪莉，如果帕玛不同意继续收留，那么他们只能联系儿童福利局，让山姆进入抚育系统。帕玛本想答应，可在拉开车门的那一刻，他后悔了。这段时间与山姆的相处做不得假，山姆待人真挚又善良，是个好孩子。而他一旦进入抚育系统，又有几个寄养家庭能像自己和祖母这样包容一个小男孩穿红色小皮靴戴粉色发卡呢？于是帕玛等不及手中的这支烟结束，就立即返回警局，将山姆接了回来。而在随后的生活中，帕玛发现照顾孩子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山姆很懂事，不挑食，在家也是安安静静的玩娃娃、看动画片，自己只用看住他少吃点巧克力曲奇就好。这天山姆放学是他的老师麦奇送回来的。麦奇本想把山姆接过去自己照顾，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花费精力去管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的孩子，更何况帕玛的过去并不光彩。校长总担心他伤害孩子，可直到今天麦奇登门拜访，才发现帕玛把山姆养得很好，山姆很喜欢他，只想和他住在一起。但山姆也并不总是像个小太阳那般乐呵呵的，缺席的父亲，总是不着家的母亲，导致他极度缺乏安全感。当山姆独自进入浴室洗澡时，他就需要一遍遍呼喊帕玛的名字，因为只有看见帕玛，山姆才能确定他不会像母亲一样在某个时刻突然消失。帕玛不放心让山姆一个人坐校车，于是接送山姆上下学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而帕玛本来还觉得起得有点早，可听着副驾驶上山姆叽叽喳喳分享对手里这个公主箱的喜爱，谈起母亲送给自己时的高兴，他又觉得这点困意算不上什么，只要山姆能一直开心，自己苦点累点也都是值得的。快要到放学时，山姆好友艾米丽的母亲露西主动走过来问帕玛自己能不能带山姆回家和女儿一起玩。
帕玛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而他答应以后又等不及到约定的5点，早早就去人家门口接孩子，结果被露西喊进屋，陪着2个孩子玩起他们最爱的淑女茶话会游戏。回家以后，老友达里尔打来电话，邀请帕玛晚上来体育场观看自家大儿子的橄榄球赛。在希尔万，几乎没有男孩能拒绝美式足球，而帕玛曾经更是其中的翘楚。到了体育场，他指着场上的4分卫，告诉山姆自己以前就是打这个位置的。山姆其实不喜欢这种需要流汗的激烈运动，但他喜欢帕玛，甚至在心底早已把他当做自己的父亲，所以陪自己亲爱的爸爸看一场比赛，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观看比赛时，帕玛问起老友达里尔，当年那个吹嘘自己老爸保险柜放满金银财宝的维斯勒如今在哪里？因为要不是维斯勒吹牛，他就不会信以为真，犯下入室抢劫的错误，差点失手打死维斯勒的父亲。可在达里尔看来，他们一个重伤，一个坐牢，已经2清了。帕玛真正该去找麻烦的人是科尔斯，当年他明明也参与了其中，却在出事后抛下帕玛，让帕玛独自承担所有罪名。而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后，又摇身一变当上了警察。这对帕玛来说真的公平吗？他真的甘心吗？突然间，全场爆发出热烈欢呼，原来是河畔队拿下一个极其精彩的比分。可当人人都在目不转睛关注场上赛事时，山姆却在认真学习啦啦队的助威舞蹈。因为麦琪的邀请，次日一早，山姆就喊醒帕玛，一同去参加保龄球筹款会。3人在场馆内玩得格外尽兴。麦琪不像小镇其他人那样对帕玛有所芥蒂，因为在他看来，是人都会犯错。看帕玛如今对山姆尽心尽力的模样，他也并非如大家嘴里说的那么恶劣。因此吃饭时，麦琪与帕玛聊得分外投缘，彼此的距离也在这愉快的交谈中逐渐拉近。而随着相处时间的日益增长，帕玛也习惯了身后多一条小尾巴，就连去警局汇报表现，他也不忘带上山姆。山姆不由好奇，他为什么要定期去找警察。帕玛便坦诚自己曾经是个坏人，偷过钱，偷过许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才需要被监督。但如果能重来，他真希望从没有犯过错。山姆闻言也告诉了帕玛一个秘密，前不久他偷了班里一个女生的水晶球，而那女生在发现水晶球不见后哭得十分伤心，所以山姆有些后悔了，要是能把东西还回去，不仅女生会高兴，自己也会好受许多。但他又不知该如何处理，他害怕坦白以后被别人责骂。可在帕玛看来，只要知错能改，就还是好孩子。至于如何处理这件事，就包在自己身上了。这一晚，他专门让山姆去床上睡了个舒舒服服的安稳觉。随后，帕玛便拿出山姆书包里的水晶球，思索明天该怎么还回去。他这些年总在感慨，当年身边都是群狐朋狗友，误入歧途时，没有人能拉他一把。好在山姆不一样，他身边还有自己。帕玛不想山姆重蹈自己的覆辙，于是第2天学校还没开门，帕玛就领着山姆在门口等候了。他赶在班里同学出现前，让山姆将那个水晶球悄悄放回女生的课桌上。很快到山姆生日这天，老师麦琪与山姆的好友艾米丽齐聚帕玛家中为他庆生，而帕玛送给山姆的生日礼物是一把乌克丽丽。在教过一段简易和弦后，山姆与艾米丽在院子里又唱又跳，看着窗外和伙伴撒欢的山姆，帕玛的一颗心也不禁柔软下来。可下一秒，帮忙整理信件的麦琪所翻出来的一封信，让他的脸色瞬间凝重起来，因为这是一封有关祖母遗嘱的律师信。帕玛根据信上要求致电律师，而他怎么都没想到，祖母的遗嘱竟是将房子挂牌出售，卖出所得会全部捐给圣徒教堂。帕玛所能分到的只有区区5000美金，他目前还能再在房子里住1个月，可1个月后呢？他和山姆要住进哪里呢？帕玛挂断电话后，大脑一片空白，他刚刚出狱，身无分文，未来的生活该何去何从？他只觉一阵迷茫与无助。他目前能做的也只有努力做好学校里的这份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吧。山姆在体育课上教女生跳啦啦操，帕玛便跟在身旁盯着他会不会被人欺负。果不其然，下一秒
托比带着其他男生过来找麻烦，帕玛立即挺身而出，警告托比再有下次就拧断他的胳膊。望着托比仓皇逃走的背影，帕玛却没能真正松一口气。这一次是被他看见了，那下一次呢？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谁又能来保护山姆呢？也许是遭受过太多欺负，山姆已经学会了淡然处之。一回家又开开心心看起小公主动画片。小公主在电视上说，如果给他们的节目写信，就能加入他们的公主俱乐部。山姆便想让帕玛帮自己写一封这样的信，帕玛却不肯答应，因为这部动画片里全是女性角色，并不适合作为男生的山姆。山姆没明白其中的逻辑，没有男生看，那自己做第一个看的男生不就行了吗？而在超市购买万圣节服装时，山姆又执意要买一套公主裙，帕玛便觉得是时候该跟山姆聊聊这个问题了。他不是觉得男孩想当小公主有错误，可这个社会有他自己的一套运行规则，男人是什么样的，女人是什么样的，都有一套固定的模板，世人容不下异类。不符合常理的山姆以后势必要面临更多的麻烦，他只希望山姆能够适当隐藏一下喜好，学会保护自己。可帕玛说了那么多，在看到山姆伤心的神情时，他还是败下阵来，去收银台为那条公主裙结了账。算了，孩子开心最重要，至于道理以后再慢慢教给他吧。可他正要拉着山姆离开，一个老妇人突然冲出来，指着帕玛的鼻子骂他是个罪犯，根本不配照顾孩子。帕玛不想惹事，扭头就要走，山姆却不依不饶起来。他说帕玛表现良好，是全天下最好的人，真正该滚的是多管闲事的老太太。向来被欺负都不敢还手的山姆，此刻却为了维护帕玛，敢和一个年长之人据理力争。而那些话语像温暖的阳光，直直照进帕玛的心里，让他原本有些低落的心情瞬间被感动填满。因此当山姆换上那套公主裙要去学校庆祝万圣节时，帕玛没再表示异议。错的从来都不是善良的人，自己多费点心，保护好他就是了。 Thanks。 山姆来到学校后，本已做好被人戏弄的准备，可就在托比出言嘲讽时，化妆成男校长的麦琪走了进来。他没有指责托比，而是用身体力行，用扮成男人的自己告诉孩子们，这也许就是万圣节，或者说任何一天存在的意义。想成为什么人就成为什么人，女生可以留胡子，男生也可以穿裙子，做你自己就好。于是这个万圣节成为了山姆记忆中最快乐的一天。依赖的家人给自己买了最爱的公主裙，喜欢的老师也在用心保护着自己。等到晚上，山姆和帕玛受邀去麦琪家中做客，而麦琪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帕玛明明是个踏实可靠的好男人，怎么会走上一条不归路，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罪犯呢？提起这个，帕玛忍不住长叹一声，当年在大学打比赛时不幸落下残疾。于是从那时起，不仅他的美式足球生涯结束了，他的人生也彻底毁了。帕玛退学回家后，什么坏事都做尽了，打砸偷抢，无所不用其极。直到有一次听信了他人谗言，去叫别人家保险柜，没想到主人在家，帕玛差点失手将人打死，这才锒铛入狱。出狱后，他又看尽世态炎凉，曾一度觉得未来无望，但自从身边多了一道山姆的身影，情况便发生陡然逆转。山姆不是自己的孩子，却胜似自己的孩子，他们都是不被世人所包容的人，可靠在一起时却觉得格外温暖。望着沙发上睡得香甜的山姆，帕玛开始考虑成为山姆法定监护人的可能。他是真的想要用余生保护这个可爱的孩子，给他一个真正温暖的家。与此同时，帕玛与麦琪的关系也越走越近。正巧放学后，山姆要去艾米丽家玩扮装游戏，两人便在家中亲热起来。可就在这时，山姆哭着跑回来，一头扎进卧室里，而他身后紧跟的是满脸抱歉的露西。帕玛当即意识到大事不妙，他看着山姆被口红涂花的脸，以为又是那群孩子在捉弄他。山姆却说是自己的老友达里尔趁露西不在时欺负了他。怒火几乎是在瞬间吞噬了帕玛的理智，他不顾麦琪阻拦，冲进台球厅狠狠教训达里尔，同时威胁身为警察的科尔斯，如果敢把这件事上报，
他就一定会说出当年抢劫的真相。等到帕玛捏着流血的拳头回家时，麦琪却觉得他行事太过冲动，毕竟帕玛不可能揍遍所有欺负山姆的人。当伤害发生时，他们最重要的是先安抚山姆的情绪。山姆刚刚可是哭着入睡的。帕玛闻言，生怕这件事会给山姆留下阴影，因此到第二天专门嘱咐山姆，这件事是达里尔的错误，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他还是好孩子，还可以继续扮演小公主。帕玛随后还主动写了一封寄给小公主节目组的信，好去实现山姆加入俱乐部的愿望。可就在这时，雪莉突然归来，而山姆见到母亲也没有他想象中的那般惊喜，收拾行李的动作充满了留恋。但雪莉毕竟是山姆名义上的母亲，帕玛只能将那份不舍压在心底，想着平日在学校里多看山姆几眼就好。可雪莉一回来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山姆一直都没能来上课。联想起雪莉那萎靡的精神状态，帕玛心中充满担忧。结果他早上刚出门，便看到山姆一脸失落地坐在门前，原来是雪莉的男友杰瑞嫌弃她像个女孩，扔掉了她的饭盒。更糟糕的是，雪莉要带山姆搬去和杰瑞同住，不久以后山姆就要转到另一所学校了。帕玛闻言瞬间不安起来，不负责的母亲，满怀恶意的男人，山姆在这样的家庭中真能平安长大吗？而和他有相同担忧的还有小镇上的其他人。雪莉刚现身没多久，就有人向警局举报，紧接着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便在这个下午带走了山姆。相关部门告诉帕玛，下周一有场听证会，届时法官会决定是另找家庭抚养山姆，还是把他还给雪莉。帕玛便想趁机争取山姆的抚养权，可工作人员在得知他有过犯罪记录，还正处于假释期，忍不住摇了摇头，因为法官绝不可能批准申请。帕玛只得找到雪莉，拜托她在文件上签字，将山姆监护权转给自己，因为他们都知道山姆的情况和一般孩子不同，一旦雪莉出了事，山姆就会被政府直接送去其他家庭寄养，届时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和雪莉虽是个不着调的母亲，但她打从心底里爱着山姆，支持山姆所有的兴趣爱好，所以绝不肯将儿子拱手让人。Get out of my house! 无奈之下，帕玛只好去参加听证会，可无论他如何声泪俱下地做保证，法官也不同意他成为临时监护人。与此同时，匆匆赶来的雪莉在经过一番恳切的自我忏悔，终于说服法官将山姆留在了身边。今天是山姆搬家的日子，可帕玛只是一会儿没看住山姆，就差点出了事。杰瑞在拖车里不断用污言秽语去攻击山姆，而雪莉当时在法庭上保证过自己一定会戒除违禁品。结果闻讯赶来的帕玛不仅发现他夫妻到精神混乱，还和杰瑞发生肢体冲突，差点伤到了山姆。帕玛当即拉上山姆远离了这处混乱之地，可他前脚刚走，雪莉后脚就报警，称帕玛绑架了自己的孩子。但帕玛又能逃去哪里呢？他正处于假释期，此举无疑会让他再次重回监狱，而孩子还是要回到妈妈身边的。于是帕玛只能强忍着痛苦将山姆送了回去，等待他的则是一副冰冷的手铐。山姆见状瞬间慌了神，他挣脱雪莉的怀抱，发疯般拍打车窗，祈求帕玛能够留下来。山姆不要这个从没照顾过自己的妈妈，他只想要帕玛，是帕玛在他被人欺负时为他挺身而出，是帕玛在他感到孤独与害怕时用爱与耐心照亮了每一个漆黑的夜晚，给予他渴望的陪伴与温暖。如今山姆又怎肯眼睁睁看帕玛被带走呢？他在车后面哭喊得撕心裂肺，帕玛在车里却动弹不得，只能任由绝望将自己慢慢吞噬。然而等到次日清晨，事情迎来了转机。恢复神智的雪莉知道自己错怪了帕玛，便向警察说明了情况，让帕玛得以恢复自由。紧接着雪莉将自己的监护权转交给了他。雪莉找到暂住在麦琪家中的山姆，希望儿子不要怨恨自己的决定。他其实全心全意爱着山姆，所以他会害怕山姆挣脱自己的怀抱，害怕他离自己而去。可雪莉最害怕的就是山姆无法得到幸福。如今他的生活一团糟，他却始终无力从这泥潭中爬出来，这样拖着山姆只会害了他。
而雪莉知道怎么做才是对山姆最好的选择，所以她选择了放手。1月之期已到，今天正是帕玛要搬家的日子，可由于他一直以来的努力表现，学校为他提供了员工宿舍。随后帕玛又收到电视台寄来的信件，而那正是小公主飞行俱乐部为山姆送出的邀请函。山姆激动扑进帕玛怀中，而帕玛感受怀中这个小小的孩子，就仿佛是拥有了全世界。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他们终于迎来了属于彼此的幸福曙光。全篇完。哦，对了，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我们平等的相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帕玛是2021年美国剧情片，一个是从明星4分位跌落到人人喊打的阶下囚，一个是喜好与众不同，总是遭人欺负的小男孩。相同的境遇使得山姆与帕玛相互共情，两人又在相互照顾中实现了救赎。而片中对于山姆遭遇的刻画，让我不禁想起好友当初毕业时的选择。好友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家人为他安排的稳定工作，选择去从事自由摄影创作。他的家人对他的选择很不理解，认为摄影工作不稳定，收入也没有保障。而我一开始也不太理解好友的做法，家里的那份工作明明收入可观，说出去也好听，实在想不通好友为何不答应。但在收到好友发来的一系列照片后，我又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叫做不理解但尊重。照片上伊斯坦布尔的猫咪在阳光下伸着懒腰，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2个人的生活轨迹会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出现理解上的差异，实在再正常不过。难以对他人的选择完全感同身受或者认同对方，也是常有的事。可每个人皆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决定自己想法与生活方式的权利。正如片中的山姆，他喜欢穿公主裙，那就尽情去穿；好友钟情于追逐风与自由，那就放手让他去追逐。我们旁人能做的也只有尊重而已。如今光影23室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阿月在此先行谢过，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